干热岩是什么？人类该如何利用来自大地深处的温度？前几天看见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将金属棒插入地壳中，通过热传导获得能量，可行吗？在查阅了资料后发现，虽然金属棒这一方式并不靠谱，但是人类早就想到了其他方法来利用地热资源，其中一个已经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，它就是干热岩取热。2017年，山西省太原市的一些小区尝试利用干热岩供暖，室内温度能够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干热岩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它能够提供热量呢？干热岩是一种埋在地下3到10公里处，温度大于200摄氏度，内部不含水或蒸汽的致密热岩体。干热岩的形成过程与地球结构息息相关。在地球最内部的地核中流动着接近7000摄氏度的熔浆，它的热量会不断上升，穿过地幔接近地壳。因此，受高温环境的影响，地壳中的一些岩石层就会逐步演变为干热岩。那是不是说，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向下挖掘，都可以开发出干热岩？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资源。理论上讲，确实如此。但是基于目前的科技水平，我们讨论的干热岩还仅限于埋深较浅、温度较高且具有开发价值的热岩体。那么既然得知了地下储藏着地热资源，人类又该如何获取它呢？这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：一、从地表向干热岩中打一口注入井；二、封闭井孔并向里面高压注入低温水；三、极高的水压迫使岩层出现裂缝，逐渐形成一个面状的热储构造；四、再从地表向下钻几个生产井，它们可以将蒸汽和高温水回收到地面；五、利用这些高温蒸汽就可以供暖或者发电，剩余的温水会通过注入井返回到干热岩中，从而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。由此可见，干热岩不仅是一种丰富的可再生资源，开发过程还安全环保、高效节能，不受环境因素的限制，就像是一个隐藏在地下的天然锅炉，吸引着各国的目光。据中国地质调查局评估，我国3到10公里深处的干热岩资源总量相当于860万亿吨标准煤，占世界资源量的1/6。假设仅能开采出 2%， 也是我国2010年能源消耗总量的5300倍。其中，青藏高原、松辽盆地、渤海湾盆地和东南沿海等地区分布较多。2015年5月，中国第一个干热岩资源勘察深井在福建漳州市清泉林场开钻。2017年8月，我国科学家在青海共和盆地3705米深处钻获了温度高达236摄氏度的干热岩体。这些数字听起来让人蠢蠢欲动，但目前为止，干热岩的开发还存在着技术难关、人才紧缺、投入产出比太低等问题。2020年7月，中国科学院传来了一则好消息，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蒋方明团队另辟蹊径，只采热不采水。这个想法和视频开头提出的脑洞相似，只不过把金属棒换成了一根独特的重力热管，它可以从干热岩中持续吸热，并将热能传输至地面。与传统的取热方式相比，这种方法不需要水力压裂，降低了投资成本，还避免了管内液体与岩体直接接触，减少了公制损失，最终得到的气体热能也拥有更多的利用方式。综上所述，不难发现，干热岩如同一个埋藏于地下的宝藏，它充满着诱惑，挖掘起来却困难重重。但是，相信随着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，干热岩终有一天能真正走上商业化的道路。飞机的翼尖为什么要向上弯曲？如果你仔细观察过飞机的外形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，机翼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平直延伸，而是在末梢处向上翘起。那么这个弯曲的部分是什么？又有什么用呢？飞机之所以能够上升，是因为气流在经过机翼时，上下表面形成了压强差，而机翼处在中间，就像隔板一样隔开了两股气流。但是不论机翼再长，它总归是有一个翼尖边界，在这里高压气流失去了阻挡，就开始往上翼面跑，因此在翼尖处就出现了涡流。
当飞机高速飞行时，翼尖涡就会向后流动，并产生一个下洗速度，使得飞机的升力减小，也就是产生了诱导阻力，这会增加飞机的燃油消耗。因此，在上世纪70年代初，油价开始高涨时，人们将目光聚焦到了翼梢处，能不能减少涡流对翼尖的影响呢？不妨试试从大自然中寻找灵感。像鹰这种大型鸟类，如果翅膀过长，转弯时的半径较大，它们就无法在飞翔时利用热空气柱上升。好在鹰的翅膀完美平衡了最大升力和最小翅膀长度，并在飞行时将翅间的羽毛向上弯曲，这样就可以减小空气中的漩涡，从而提高飞行效率。受到启发， NASA 的理查德·惠特科姆博士发明了翼梢小翼，它就是位于翼梢处近似垂直于机翼翼面的一个小机翼。通过风洞测试和计算研究，惠特科姆得出结论，安装翼梢小翼的运输飞机可以实现 6% 到 9% 的巡航效率改进。于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 NASA 在一架 KC-135 运输机上安装了小翼进行试飞。试飞数据表明，在安装翼梢小翼后，飞机的最大飞行高度增加了 3.4%， 升力系数增大了 4.88%， 巡航状态升阻比提高了 7.8%， 航程增加了 7.5%。因此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翼梢小翼开始被应用于民航客机中。它就像是一道竖起的墙，阻碍了空气的绕流，减小了涡流对飞机的影响，并且还能为飞机提供向上和向前的分力，真可谓是一箭双雕。不过，也并不是所有的飞机翼尖都会翘起。对于一些短程航线的飞机来说，增重付出的成本要大于节省的燃油消耗，所以航空公司可以选择不加装翼梢小翼。但是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，不仅大多数飞机会安装翼梢小翼，它的造型也千变万化起来，如融合式小翼、斜削式小翼、单段式小翼、双叉弯刀式小翼、环形小翼和网格式翼尖等等。也不知道随着材料学和流体力学的发展，未来的机翼会不会化繁为简，又回到最初的样子呢？人眼为什么能够看到颜色？手机屏幕如何还原出眼中的色彩？还记得几年前引起过全网争议的一条裙子和一双鞋吗？首先来看看裙子，在我眼中，这就是一条蓝黑相间的裙子，而在另外一些人眼中，这分明是白金搭配的裙子。再来看看鞋子，无论我横竖怎样观察，它都是灰绿色的，而总有人觉得这双鞋是粉白色的。其实不仅仅是这两样衣物，就连我们平常面对最多的手机屏幕，不同人来看，感受出来的色彩也会有所不同。而想要了解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，就必须先弄明白一个问题：人眼是如何分辨颜色的。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分布着两种感光细胞，它们分别是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。其中负责接收颜色的是视锥细胞，它又分为3种，分别对应着红色、绿色和蓝色。当我们的眼睛接收到光线时，不同的视锥细胞就会将不同的信息传递给大脑。例如，当一束黄色的光线射入眼底时，虽然没有与之对应的视锥细胞，但是与黄色频率接近的红色视锥细胞和绿色视锥细胞会迅速活跃，并将信息传递给大脑。而当红色和绿色2道光线同时射入眼睛时，红色视锥细胞和绿色视锥细胞又一同活跃了起来，并将相同的信息传递给大脑。因此你会认为这也是黄色。如此看来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颜色，就取决于这3种视锥细胞的组合状态了。而视频开头提到的色彩认知差异，虽然与感官细胞没什么关系，但却和我们的大脑息息相关。大脑的作用就像是相机里的自动白平衡，可以扣除环境光线的影响，还原出物体的本色。由于每个人脑海中想象的环境光不同，最终看到的颜色就会出现偏差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感叹人体结构的精巧，能够让我们自如地欣赏色彩。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，仅仅是看到还不够，人们更渴望的是将眼中的图像留住，这才有了现在的照相机、手机等等。那么今天就以手机拍摄为例，讲一讲如何利用科技手段还原出最为本真的色彩。这主要分为3个阶段：拍摄、处理数据和显示。
首先是图像的拍摄，想要得到更为真实的照片，就需要捕捉和显示更多的色彩信息。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，色域和色深。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，色域是色彩的范围，色深是色彩的数量。那么在同样的色域范围下，色深越高，可显示的颜色数量就越多，色阶过渡也越细腻。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手机只支持8比特显示，它指的是将红绿蓝3原色的每一种颜色分为256个灰阶，256乘以256乘以256就得到了近1670万种颜色。而现在更为领先的10比特可以显示 10.7 亿种颜色，是8比特的64倍。观察对比图就会发现，用8比特手机拍摄出来的画面能够看到明显的断层，而用10比特手机进行拍摄，整个画面会显得更加平滑细腻。图像拍摄完成后，还要经过编码、存储等复杂的处理流程。目前常规的图像编码和封装格式已经无法满足高规格的影像输出，这就需要手机厂商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可以处理10比特数据的链路，以保证图像在存储、解码和渲染的过程中不受损坏。最后也就到了最重要的显示步骤，拥有一块好的屏幕。与8+2比特模拟出来的10比特色彩屏幕相比， OPPO Find X3 Pro 采用了原生的10比特屏幕，并将其色彩校准做到了行业的最高水平，实现了真正的千屏一色。除此之外， OPPO 也致力于研究因人而异的色彩分辨能力，制定了一套最优的色彩补偿方案，使色觉障碍人群也能准确地辨别色彩，实现了所谓的千人千屏。综上所述，有了10亿色双主摄进行拍摄，10亿色引擎处理数据，10亿色真彩屏显示画面， OPPO Find X3 Pro 也就成为了首部将10比特贯穿于整个色彩管理系统中的色彩影像旗舰机。为什么用剪刀可以剪开玻璃？先来看一位外国网友做的实验，准备好一盆水，然后拿出一块形状并不规则的玻璃，接下来把它放到水中用剪刀剪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剪刀真的能将玻璃剪开，并且还可以剪出想要的形状。可是按理来说，想要玻璃破碎需要大力猛砸，而想要精准切割通常会使用比玻璃还硬的钻石。那么一把小小的剪刀为什么能控制水中玻璃的断裂呢？想了解这背后的原因，就要先明白玻璃的组成结构。以石英玻璃为例，它是由一个个小的二氧化硅四面体结构串联起来的网状构造，即4个顶点是氧原子，中间包裹着一个硅原子，它们之间由硅氧共价键紧密连接着。但是当玻璃泡在水中，网状构造又遭到剪刀破坏时，硅原子就很容易受到氢氧根的吸引，从而形成新的共价键。这个过程也被称为玻璃的水解。据美国能源部的材料化学家特里米哈尔斯克介绍，氢氧根的水解作用可以使玻璃破裂所需的能量减少20倍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能在水中剪开玻璃了。其实这个化学反应早有应用，例如玻璃工人在切割玻璃时，会将水涂抹在刻刀划过的玻璃面上，使其更易折断。眼镜店在打磨镜片时也会不停地喷水，不仅是为了冲走玻璃渣，也可以让玻璃更易打磨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玻璃都能在水中剪断，水中剪切的效果也比不上在空气中切割，因此水中剪玻璃这项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，而将水做成刀却是一项喜闻乐见的切割工艺。水刀学名叫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将水加压到300兆帕到500兆帕，然后通过 0.05 毫米的喷嘴喷射出来，从而形成800到1000米每秒的高速水流。利用这股极强的能量，就可以切割软性材料。如果再向水中加入适量的磨料，则几乎所有软硬材料来者不拒，通通切断。就连自然界中天然存在最坚硬的物质金刚石，面对超强水刀也只有认怂的命。不仅如此，水刀还是一项冷态切割技术，即材料不会发生热效应，所以说也可以用其切割煤气罐、炸弹等危险物品。当然，面对如此高速的水流，害怕的不仅是被切割的材料，也有切割机本身。例如
喷嘴就是水稻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，因此通常会将硬度极高的宝石放置在喷嘴中心，以达到减少磨损、及时散热的目的。脑机接口是什么？大脑也能开外挂吗？你听说过缸中之脑的故事吗？假设有一位非常邪恶的科学家，他将一个人的大脑切了下来，并放进盛有营养液的缸中。那么将大脑的神经末梢与计算机连接，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数据信息让这个人保持正常的感觉呢？这个猜想听起来有些可怕，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相似的技术，只不过我们的科学家是为了治病救人。2008年，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科学家宣称，他们在一只猴子的大脑中植入了电极，并进行训练。一段时间后，这只猴子可以利用其脑电波自如控制一只机械手臂给自己喂食。2020年，浙江大学的科研团队成功利用自主研制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，帮助一位四肢瘫痪的七旬老人用意念指挥机械手臂喝上了可乐。而这种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直接连接，实现信息交换的技术，就被称作脑机接口。其实，在医学领域中，类似的神经修复早已派上了用场，例如人工耳蜗、视网膜假体等。2019年8月 ，Facebook 还推出了一款无创型脑机接口可穿戴设备，它可以解码佩戴者听到和说出的语言，帮助障碍人群恢复沟通能力。而除了身体机能外，脑机接口技术对于抑郁症等情感障碍疾病的干预治疗也大有裨益。在研究清楚不同疾病的关键靶标脑区后，再加以脑机设备，就可以实现神经性疾病的精准治疗。与传统吃药相比，它具有针对性、按需干预、立竿见影的特点。一旦能够取得突破性成果，必将成为抑郁症患者的福音。2021年3月17号，拼多多创始团队向浙大捐赠1亿美金，设立了繁星科学基金。在首批项目中，就包括了重大脑认识障碍的闭环调控研究。虽然说这一技术和其他前沿科技一样，听起来任重道远，但相信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，未来生活和未来科技值得我们期待。荷叶效应是什么？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相信许多人都对这句话记忆犹深。而荷花之所以能保持干净，离不开荷叶的庇护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荷叶的表面总是洁净无比。当水滴落在叶面上，并不会润进其中，而是圆圆的一颗滚来滚去，颇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。而自清洁和不沾湿这两种特性，就被统称为荷叶效应。那么，荷叶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能力呢？我们从微观视角一看便知。先将荷叶放大500倍观察，就会发现它的表面并不像肉眼看到的光滑细腻，而是分布着一个个小的凸起乳突，它们的平均尺寸接近10微米，平均间距在20微米左右。再将其中一个乳突放大观察，当显微镜倍数达到10000倍时，就能看到乳突上面还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细微的棒状蜡质晶体，它们的长度接近1微米，直径则在100纳米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荷叶表面存在着复杂的微米、纳米双重结构，也正是这种结构决定了荷叶的特殊性质。我们可以将这些乳突看作一个个隆起的小山包，它们之间的凹陷部分充满着空气。水滴的最小直径为1到2毫米，远大于乳突的尺寸，所以当雨水落下时，隔着极薄的空气层，它仅能与小山包的顶端有些接触，而不能浸润到荷叶表面。又因为表面张力的作用，水滴就会保持球状体，并在滚动的过程中吸附灰尘，最终滚出叶面。而在自然界中，不仅仅是荷叶，许多生物都拥有超疏水的能力，例如蝴蝶的翅膀、水敏的腿等等。将它们在显微镜下放大，都会观察到与荷叶相似的微米、纳米级结构。在了解荷叶效应产生的原因后，人类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模仿学习的机会，超疏水材料便应运而生。例如，澳大利亚一家服装公司发明了一种特殊的 T 恤，同样是棉质衣服，但是不论往上面泼水还是饮料，它都能一直保持干爽。日本尼桑公司将一种纳米级材料涂抹在汽车的一半，在驶过泥地后，就能看到明显的对比。涂有特殊材料的车身干净如初，而原来的部分早已布满泥污。
除了这些，还有荷叶效应、乳胶漆、防水漆、荷叶玻璃等。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荷叶效应可以应用在更多的材料上，我们的生活也能因此改善。微塑料是什么？为什么说它是隐形的杀手？2020年11月，英国科学家在珠峰峰顶附近发现了微塑料。短短1个月后，意大利科学家又在胎盘中发现了微塑料的踪迹。近年来，微塑料一词频频出现在网络媒体中，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它到底是什么，又可怕在哪里呢？微塑料顾名思义，指的就是颗粒微小的塑料以及纺织纤维。虽然学术界对它的具体尺寸没有达到共识，但普遍认为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纤维颗粒或者薄膜就是微塑料。实际上，很多微塑料已经达到了微米甚至纳米的级别，肉眼根本无法分辨，所以人们也将其形象地称为海洋中的 PM2.5。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塑料，为什么会跑到海洋里，还变得如此微小呢？在许多洗面奶和牙膏中就含有一种名叫柔珠的微塑料，在洗衣服时会产生大量的微塑料纤维，它们的尺寸极小，往往能避开污水处理系统，直接被排放到大海中，因此这类微塑料就被称为初生微塑料。还有一类则是次生微塑料，即大型的塑料垃圾在经过长时间的物理、化学或者生物分解破坏后形成的塑料颗粒，它们并不会被彻底降解，而是悬浮在海洋中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泥巴，自然而然的微塑料污染也就蔓延在了整个海洋生物链中。2019年2月，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在马里亚纳海沟设置了监测点，没想到在世界最深处捕捉到的浮游生物，平均每只含有 3.3 加减 0.7 个微塑料颗粒。2019年8月，美国科学家在北极兰开斯特海峡4个地点抽取了18个长达2米的冰芯，在里面能看到形状各异的微塑料颗粒和细丝。2019年10月，科学家在南极的2个岛上收集了80只企鹅的粪便，检测发现平均每10克企鹅粪便中就有1到3颗微塑料颗粒。也就是说，在地球的最高处、最低处、最南端和最北端都受到了微塑料的污染，而人类作为始作俑者，自然也难逃其害。2018年，维也纳医科大学曾做过一个实验，让来自8个国家的3男5女记录下他们1周所吃的食物，并将食物清单和粪便寄到维也纳。经过检测，这8名参与者的粪便中都存在微塑料，平均每10克粪便中约有20个微塑料颗粒。后来，多个国家也进行了相似的实验，结果表明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每个人的体内多多少少含有微塑料。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群，每人平均1周要吃掉2000颗微塑料颗粒，组合起来相当于1张信用卡。讲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觉得，既然人人如此，身体也没有出现异样，何必关心微塑料？但是它就像 PM2.5 一样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却并不排除在人体内长期积累造成伤害的可能。再者，就算没有危害到人类本身，塑料和微塑料也早已危害到了海洋生物的安全。2007年12月31号，我国正式发布限塑令，以限制和减少塑料袋的使用。2020年1月19号，国家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产品。作为普通人，我们虽然管不了护理产品的添加材料，也决定不了垃圾和污水的处理方式，但至少能做到顺应国家政策，减少使用塑料制品，并尽可能回收利用塑料制品，不要让伟大的发明反过来伤害地球、伤害动物、伤害人类。海洋环境如此凶险，钻井平台该如何保持稳定呢？早期人们为了克服钻井船难以抵抗风浪的弱点，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能不能在海上建造一个固定的钻井平台呢？1947年，世界上第一座钢导管架固定式平台在墨西哥湾建成。因为支撑平台的桩腿直接打入海底，所以固定式钻井平台的稳定性良好，但这也带来了几个弊端。首先，它只能建在浅水区，要想往深处发展，必然会提高成本。
目前最大的固定式钢架构平台建在水深312米处，重5.9万吨，耗资2.75亿美元。而最大的钢筋混凝土平台总高度达271米，总重达36.7万吨，耗资将近20亿美元。再者，钻井平台还被固定在一处，根本无法重复利用。于是人们又开始思考，能不能设计出一种既抗风浪又能转移地点的钻井平台呢？聪明的工程师们将最初的钻井船进行转换，也就演变为目前应用广泛的移动式钻井平台。它又可以细分为3种。第一种，拥有长腿的自升式平台，在工作时几根桩腿会慢慢放下，插入海底，同时进行预压，平台也就被抬到离开海平面的安全高度。在工作结束后，如果需要移动位置，只需将腿全部拔出并提起，待平台下降回原位，就可以像驳船一样漂浮在海面上了。2015年11月，我国钢厂首次成功批量生产出 177.8 毫米厚的齿条钢，彻底打破了大厚度海洋平台齿条钢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。自此，中国自升式钻井平台终于用上了中国腿。但是腿的高度毕竟有限，想要往海洋更深处进军，还有赖于第二种半潜式平台。平台由下方的数根立柱支撑，在立柱下方还安装着几个巨型浮箱，它们可以通过调节内部的海水容量来控制整个平台的深浅程度。而想要抵御风浪保持平衡，还少不了计泊定位系统的帮忙，即通过长长的锚链固定平台。这就要求制作计泊链的钢材必须抗腐蚀、抗拉伸、抗高压等等。以目前最高级的 R5 级计泊链钢为例，它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分别达到了760兆帕和1000兆帕，二者之比小于 0.92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指甲盖大小面积的钢材上可以承受高达10吨的力。2010年，我国成功生产出 R5 级计泊链钢，并将其应用到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中。而这座由我国自主制造的钻井平台，不仅采用了计泊定位系统，还携带了第3种平台所具备的动力定位系统 DP3。它由 GPS 卫星定位、调整系统和可以360度旋转的推进器组成。即使遭遇17级台风，计算机也能根据定位及时调整推进器的方向和马力，使海洋石油981始终稳定于海面上的一个点。综上所述，虽然我国的海洋钻井起步晚于西方，但是不论在基础材料方面，还是在核心科技方面，中国一直处在努力研究、打破垄断的路上。一滴水从高空落下，会不会砸死人？将一个空啤酒瓶从18楼扔下，可造成致命伤害；将一个生鸡蛋从25楼抛下，可使人当场死亡；将一根4厘米长的铁钉从18楼甩下，会插入行人的脑中。类似的设想和真实的案例还有许多，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高空抛物的危害。可是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下雨时，雨滴从几千米的高空落下，却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呢？首先，要抛弃理想中的自由落体运动。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，雨滴根本就不可能一直加速，而是会在阻力和重力之间达到平衡，做匀速运动。这时的速度也被称为终端速度。那么，雨滴的终端速度该如何计算呢？千万别被这些复杂的计算公式吓到，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点：速度的平方与物体的直径成正比。也就是说，物体越大，它的终端速度也就越大。而想要弄清楚雨滴的终端速度，就需要测得它的直径大小。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雨滴的形状就是从水龙头中缓缓掉落的样子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在下落的过程中，受阻力的影响，雨水的形状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。先是圆圆的一颗，然后被逐渐压扁，最后直接破裂为更小的水滴。例如委内瑞拉的天使瀑布，它的落差有985米，在其下部，水流早已分散成密密麻麻的水汽。所以说，雨滴的直径通常在1毫米到6毫米的变化之中，它的终端速度也就维持在2米每秒到10米每秒之间，相当于2到5级的风力级别。这点力量对于人类来说不值一提。
可是，如果非常不幸的遇到了恶劣天气，从天而降的不是雨水，而是冰雹，那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。坚硬的冰雹不仅不会中途解体，直径也比雨滴大出许多。超大的冰雹直径可达15厘米，重量有 0.5千克，落下来的终端速度可达到50米每秒，足以把人砸个不轻。综上所述，物体高空坠落造成的伤害与它的质地、重量、形状等密不可分。就像视频开头提到的那样，有些物品即使日常使用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是将它置于高空之上，就变成了悬在人们头顶的一把利器。2021年3月1号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1》正式施行，严重的高空抛物行为也被纳入了刑事范畴。